各位深夜还在刷视频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三更老姜。今晚的房间好像比平时冷一点，灯影在墙上晃，像有人在暗处呼吸。人这一生总有些记忆，像冰冷的指尖，深夜轻轻划过你的后颈，让你瞬间清醒。接下来这3个故事，每一个都透着刺骨的寒意，像是从记忆深处爬出来的一样。胆小的现在关掉还来得及，不怕的跟我来。故事1：村野诈尸记。这事儿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是我姥姥讲给我的。姥姥那辈人赶上了旧时乡下的苦日子，日子过得像风里摇晃的油灯，岁月在她脸上刻满了深深的沟壑，那些皱纹粗糙而纵横，仿佛能夹住人的指尖，藏着说不尽的辛酸。我记得清清楚楚，每次她提起这段往事，浑浊的眼神里就会泛起一层晦暗的光，整张布满褶子的脸瞬间沉下，手里那根磨得油亮的枣木拐杖攥得死紧，指节清白的像渗出血来。姥姥跟我说，那时候村里还是土坯房，清灰炊烟在清晨薄雾里慢慢散开，像一层轻纱笼罩着低矮的房屋。泥泞土路被脚步和牛车踩出深浅不一的坑洼，雨天积水，晴天扬尘。村头老槐树下，总有裹小脚的老人摇着蒲扇，闲聊收成琐事。这些温暖的记忆刻在他骨子里，唯独这件诈尸的事，像一块进了冰的石头，透着彻骨的寒意，让他一辈子都忘不掉。每次讲起都要下意识往火塘边挪挪身子。当时村里周家老太太突然病倒在炕上，气息奄奄，连眼皮都抬不起来，一家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大儿子一路小跑请来个土大夫，土大夫背着旧布药箱，慢悠悠的搭脉，摸额头，眉头皱得紧紧的，半晌才摇头叹气，人没救了。趁早准备后事，免得误了时辰。一家人瞬间哭成一团，女人们捂嘴捂意，男人们红着眼圈抹泪。可刚在炕上没半个时辰，他竟突然睁开眼，眼珠还能转动，甚至能清晰地开口说话，状态跟生病前没两样。只是从那以后，他像变了个人似的，格外孤僻，整日闷在屋里不肯出门，连窗户都要拉上厚棉布帘子，怕见一点光。有人凑到窗边跟他说话，他也只是闷闷应一声，再无往日的和蔼。周家的儿子们气不过，觉得是土大夫误诊骗钱，几兄弟抄起院子里的木棍，气势汹汹地找着门，就着土大夫的衣领一顿打骂，把人赶得远远的，还把他的药箱扔进了村外的河里。这份诡异的平静只维持了3、4天。那天凌晨，天刚蒙蒙亮，远方的亲戚赶着牛车，带着纸钱祭品匆匆来吊唁。他们以为老太太早挺不过去了，提前赶来帮忙料理后事。大儿子想让老太太见见亲戚，尽尽孝心，便轻手轻脚走到屋门口，轻轻敲了敲门。妈，亲戚们来了，您起来看看吧。屋里静悄悄的，没一点动静。他心里犯嘀咕，加重力道又敲了几声，还是没回应，便咬牙猛推开门。清晨的天光像潮水一样涌进昏暗的屋子，驱散了霉味，也照亮了炕上的景象。老太太直挺挺地躺着，双手放在身侧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屋顶的船子，嘴里慢悠悠地吐出一句：天终于亮了。话音刚落，头一歪，彻底没了气息。一家人彻底陷入巨大的悲痛，之前的侥幸荡然无存。男人们红着眼圈，揣着钱小跑去镇上找木匠订棺材，女人们守在尸体旁，一边烧纸钱，一边哭红了眼，嘴里不停念叨着老太太的好。众人连夜收拾堂屋，搭起了临时灵堂，雪白的相幔挂了起来，上面绣着简单的钿字，被风吹得轻轻晃动。灵台上摆着老太太的遗体，盖着崭新的寿衣，前面的香炉、烛台、苹果、糕点等贡品一应俱全。烛火在微风里摇曳，映得笑漫的影子忽明忽暗，时不时传来哗啦的轻响，
夹杂着女人们压抑的哭声，格外凄凉。入棺下葬的前一夜，亲戚邻居们都来帮忙守灵堂，有的靠在墙角打盹，头一点一点的，有的围坐在一起低声聊天，试图驱散深夜的寒意和莫名的恐惧。就在后半夜，万籁俱寂，连虫鸣都消失了。众人大多昏昏欲睡的时候，灵堂突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，像是重物砸在木板上，原本直挺挺躺着的老太太竟猛地坐了起来。在场的人瞬间清醒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眼神里满是惊恐。大儿子反应最快，颤巍巍地往前挪了半步，双腿发软，带着哭腔喊了声妈。可话音刚落，老太太就从灵台上直挺挺地站了起来，双手向前伸得笔直，指尖清白，关节僵硬的像生了锈，就是传说中的僵尸一样，一蹦一跳的朝众人扑了过来。诈尸了，快躲开！不知是谁先喊出了声音里满是惊恐。众人瞬间乱作一团，哭喊、惊叫、桌椅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。肃穆的灵堂瞬间变得狼藉不堪，大儿子魂飞魄散，浑身汗毛倒竖，转身就往门外狂跑，脚下被门槛绊了一下，差点摔倒。老太太在后面跳着追赶，脚步沉重的咚咚响，双手始终伸直，眼神空洞，嘴里还发出低沉的呜咽声，像野兽嘶吼一般，跑到村口附近的山上。大儿子气喘吁吁，肺像要炸开一样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狂喊：妈，我是你儿子，你看看我，别追了。可老太太像是没听见一样，依旧直直地追了过来。村里的老人常说，诈尸的人腿是僵硬的，没法弯曲，只能走直线。大儿子急中生智，瞥见旁边一棵小碗粗的老槐树，赶紧围着树绕圈。老太太果然转不过弯，直直地扑向树干，双手死死地抱住树身，龇牙咧嘴地疯狂啃咬，指甲抠进树干的木纹里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刺耳声响。后面追来的男人们拿来了粗绳和结实的棒子，几人合力扑上去，把老太太紧紧地捆在了树上，绳子缠得密密麻麻，都勒进了衣服里。有人举起棒子对着她的头部猛敲，一下又一下，闷响和嘶吼交织在一起，直到天快亮的时候，她才停止了挣扎，头无力地垂了下去。后来村里人用锯子锯断了那棵布满坑洼抓痕的老槐树，把树干和老太太的尸体一起放进了棺材。钉棺板的时候，棺材里还传来咚咚的撞击声和模糊的嘶吼声。众人咬着牙用长铁钉钉死了棺盖。棺材被连夜深埋在村外的荒坡上，比寻常的坟墓深得多。那片坟地之后多年都荒草丛生，没人敢靠近，连放牛的孩子都要绕着走。姥姥说，村里的老人议论，老太太八成是被脏东西缠上了，才会诈尸伤人。村里早年就有诈尸的说法，只是一直没人亲眼见过，直到这事发生，才让大家真正信了那些流传的诡异传闻。村野诈尸记已经够让人毛骨悚然了，但在我听来，更瘆人的是那些看似活人却透着死气的访客。他们撑着红伞，悄无声息地走进村子。接下来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初春的清晨。故事2：村口红伞女。这个故事是我之前认识的一个乡下同事讲给我的。他跟我讲的时候，正蹲在工地工棚门口抽烟，烟卷燃着红红的火点，烟雾袅袅升起，模糊了他的眉眼。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眼神里带着挥不去的后怕。他说，他们村在山脚下，交通不太方便，村民们都淳朴善良，彼此之间都很熟悉。村里有个特殊的女人叫秀莲，打小就开了天眼，能看见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谁家丢了鸡鸭，孩子哭闹不止，庄稼莫名枯萎，都会找她问问缘由。秀莲性子温和，待人有礼，见了老人小孩都会主动笑着打招呼，说话也是轻声细语的，人缘极好，大家都很尊重的。
从不会拿他的本事开玩笑。有一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东方泛起微弱的鱼肚白，村里的薄雾还没散，像一层薄纱裹着整个村子。路边的野草上挂着晶莹的露珠，折射出淡淡的光。空气里满是泥土和青草的清腥味，安静的能听到远处的鸡鸣声。秀莲刚给怀里的孩子喂完奶，孩子睡得正香，她抱着孩子在门口透气，轻轻拍着孩子的后背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享受着片刻的宁静。就在这时，她的眼角余光瞥见村口方向有一个红色的身影，在薄雾里格外扎眼。她眯起眼睛仔细一看，是个女人撑着一把鲜红的油纸伞，伞面上绣着模糊的花纹，穿着大红的斜襟衣裳，慢悠悠地从村外走进了村口。那时候是初春，天气还有些料峭寒意，村里人大多还穿着厚棉衣，穿红衣的本就少见，还大早上撑着红伞，怎么看都透着怪异。秀莲习惯性的开口喊了句：“姑娘，这么早来村里找谁家啊？”她接连问了2、3声，声音在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，像石子投进湖里泛开涟漪。可那个红衣女人头也不抬，伞沿压得很低，脚步轻飘飘的，像没踩在地上一样，一点声响都没有，径直从那不远处走了过去，一眨眼的功夫就飘到了巷口。身影在薄雾里变得模糊，仿佛随时都会消散。秀莲心里咯噔一下，一股寒气直钻天灵盖，让她忍不住打来的寒战。她越想越不对劲，这姑娘问她话怎么不回应，而且走路太怪了，脚是像没沾地似的，一点声响都没有，跟飘着一样。她抱着孩子，下意识地往怀里搂了搂，用自己的外衣把孩子裹紧，生怕孩子受凉，也像是在给自己找安全感。她忍不住跟了上去，脚步放得很轻，生怕惊动了对方。她不敢走太快，只能远远地跟着，没敢靠太近。她眼睁睁地看着那个红衣女人飘进了巷子深处的一户人家。那户人家的大门原本是关着的，可女人走过去的时候，大门吱呀一声自动打开了，没有丝毫阻碍。女人走进去之后，大门又吱呀一声缓缓关上，恢复了原样。秀莲站在巷口，心里的疑惑更重了。这户人家她认识，是村西头的王大妈家。王大妈的老伴早逝，平时一个人住，跟秀莲挺熟络的，经常会送些自家种的蔬菜给她。她犹豫了片刻，好奇压过了恐惧，决定去问个明白，也打消自己心里的疑虑。她走到王大妈家的门口，轻轻推开虚掩的院门。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墙角的几株青菜长势很好，正好碰到王大妈在院子里喂鸡，手里拿着竹编的喂鸡瓢，撒了玉米粒，母鸡们围着她咕咕的啄食。秀莲走上前，语气急切地问：“大妈，刚才是不是有个穿红衣服撑红伞的姑娘来你家了？”王大妈停下手里的活，转身看向秀莲，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：“什么姑娘？没有啊，大清早的没外人来，我刚起床没多久，一直在院子里喂鸡呢。”秀莲急了，往前凑了2步说：“不可能啊，我明明看见她走进你家院子了。”没多大一会儿，接着她仔细地描述起来，人是瘦高个儿，得有1.7米几，穿一身大红衣裳，撑一把红油纸伞，脸被伞挡住了看不清，只能看到一点下巴，皮肤白白的，走路轻飘飘的，跟没踩在地上似的。你这是撞见鬼了！没等秀莲说完，王大妈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没有一丝血色，嘴唇哆嗦着，手里的喂鸡瓢砰当一声掉在了地上，玉米粒撒了一地，鸡群吓得四散开来，咯咯叫着跑远了。她踉跄着后退了2步，后背重重地靠在院墙上，才稳住身形，双手紧紧地抓着墙沿，指节都泛了白，声音带着哭腔，哆嗦着说：“你说的这个样子，跟我那去世好几年的女儿一模一样啊。她就是穿一身红衣服走的，走的时候才20出头，正是爱美的年纪。”说到这里，
王大妈再也忍不住了，捂着脸蹲在地上哭了起来，哭声凄厉又绝望，在清晨的院子里格外刺耳，传得很远。秀莲听了这话，浑身一僵，像被冻住了一样，怀里的孩子也被哭声惊醒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，哭声响亮又委屈。她这才反应过来，自己看到的根本不是活人，而是王大妈去世的女儿，顿时吓得手脚冰凉，抱着孩子匆匆离开了，连招呼都忘了打。村口红三女的故事让人脊背发凉，但在我听过的故事里，最让人魂飞魄散的是那些深夜厕所里突然出现的东西。它趴在你的头顶，舌头垂下来，直勾勾地盯着你。最后这个故事就发生在一家科技公司的深夜。故事3：深夜厕所惊魂。有个叫小张的朋友曾跟我讲过他的一段亲身经历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夜晚，天阴沉沉的，刮着不大不小的冷风，卷起地上的落叶打旋。那天我和他坐在路边的烧烤摊喝酒，摊位的灯昏黄，只能照亮周围一小片区域，远处的街灯模糊不清。几杯温热的啤酒下肚，身上泛起了暖意，他在缓缓开口，语气里满是压抑。每次说起这件事，他的脸色都会瞬间变得惨白，没有一点血色，手会不自觉地发抖，指尖冰凉。我能看得出来，那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，时隔多年都没能释怀，像一根拔不掉的刺，深深扎在他心里。前2年，小张在一家效益不错的科技公司上班，公司位于市中心的高档写字楼里，外观气派，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他刚毕业没多久，事业心很强，一心想做出成绩，站稳脚跟，所以工作格外卖力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有时甚至会通宵赶项目。那天夜里已经过了0点，整栋大楼里只剩下零星几个加班的人，大多还在其他楼层。走廊里的感应灯只有走过去的时候才会亮，发出惨白的光，没走几步就又暗了下来，留下一片昏暗的阴影。整个大楼安静的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脚步声在回荡，还有空调通风口传来的微弱呼呼声。小张加班加到头昏脑胀，眼睛干涩，布满血丝，指尖敲键盘敲得发僵，手腕酸痛的抬不起来。他勉强伸了个懒腰，骨头咔咔响了几声，肚子有点反应，起身去趟厕所。公司的厕所装修得很精致，白瓷砖大理石洗手台，还摆了几盆绿植，但深夜里空荡荡的，没有一点人气，透着说不出的冷清和压抑。他走进最里面的隔间，觉得那里最有安全感，关上门反锁了。刚坐下没多久，他就从隔间下方的空档看到对面有个人影，穿着深色的衣服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像钉在地上一样。他当时没太在意，以为是其他加班的同事，毕竟这个点加班的人不算少，只是心里隐约觉得有点奇怪，这人站在那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到。可过了一会儿，不知怎的，他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寒意，后脖梗像被冰手摸了一般，汗毛根根竖起。他总觉得头顶有一双眼睛在死死地盯着他，那种被窥视的感觉格外强烈，让他浑身不自在，坐立难安。他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，想避开那道视线，可那种感觉不仅没消失，反而越来越清晰。他犹豫了一下，心里的不安像潮水一样涌来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最终他还是忍不住慢慢抬起了头，这一看差点把他的魂吓飞。一个惨白的人头趴在隔间顶部的隔板上，眼朝下死死地盯着他，五官扭曲的不成样子，皮肤白得像纸，没有一点血色，因为他当时头几乎仰成了90度。那人头上垂下一根长长的舌头，足有10几厘米，湿漉漉的，还在往下滴浑浊的液体，就悬在他的鼻子上方，差点就碰到了他的脸。一股刺鼻的腥臭味扑面而来，还混杂着腐烂的气息，
让他胃里翻江倒海，差点吐出来。再往上看，是一双血红的眼睛，没有一丝神采，像2个空洞的血洞，里面似乎还在往外渗红色的液体，正死死地盯着他，看得他浑身发麻，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手脚瞬间就软了。小张到现在都想不起来自己是怎么连滚带爬冲出厕所的，他只记得当时脑子一片空白，心里只剩下快跑2个字，那是求生的本能在驱使着他。他连裤子都没提好，跌跌撞撞地冲出隔间，手忙脚乱地拉开厕所门，差点撞在门板上。他穿过空荡荡的厕所，沿着走廊一路狂奔，脚步踉跄，好几次都差点摔倒。走廊里的感应灯随着他的脚步忽明忽暗，把他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，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怪物，更添了几分恐怖。他一边跑一边嘶吼，声音都变了，想通过喊叫驱散心里的恐惧。第2天上班，他连办公室都没进，直接去了人事部，一辞职报告，语气坚决，没有丝毫犹豫。没等公司批准，他就匆匆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，抱着纸箱，头也不回地逃离了那栋让他恐惧的大楼，仿佛身后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在追赶他。后来小张跟我说，其实早有征兆，那栋大楼里很多人都秃头，不管是20多岁的年轻小伙还是中年男人，大多头发稀疏，有的甚至完全秃顶，看着比实际年龄老了好几岁。他一开始以为是工作压力大，熬夜多导致的，没太在意，直到他自己也开始大把掉头发。早晨梳头时，梳子上缠满了头发，洗头时一抓就是一大把，才觉得不对劲。奇怪的是，离开那家公司后，他换了个轻松的工作环境，不再熬夜加班，掉头发的情况慢慢就好转了，头顶也渐渐长出了新的绒毛。他笃定深夜在厕所里遇到的那个怪物，就是导致大家掉头发的祸首。他在暗中吸食人的精气，让人萎靡不振。打那以后，小张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恐惧笼罩着，精神状态很差，晚上经常做噩梦，梦见那个惨白的人头和血红的眼睛。他不敢一个人上厕所，尤其是在深夜，哪怕是家里的厕所，也要等家人陪着，进去后还要把所有的灯都打开，不敢关门。他更不敢随便抬头看，不管是在厕所、电梯还是楼道里，只要下意识地想抬头，就会立刻想起头顶垂着的长舌头和血红的眼睛，瞬间吓得浑身发冷，心跳加速。他跟我说，他总算明白，人在最放松、最没抵抗力的时候，比如上厕所、睡觉的时候，心理防线也是最脆弱的，而上方就是最防备不及的地方。因为没人会时刻留意头顶的动静，注意力都在前方或周围，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就已经晚了。恐惧早就占据了整个心神。3个故事我都讲完了，每一个都带着刺骨的含义，沉淀成挥之不去的梦魇。我们总以为科学能解释一切，可有些东西它偏偏不讲道理。那些深入骨髓的诡异事，像一道抹不去的疤痕，永远刻在亲历者的心里。好了，今晚的故事就到这里。这些故事都是网友投稿来的，仅供娱乐，大家理性观看哦。希望今晚大家都能睡个好觉，别想太多。喜欢这期内容的小伙伴，记得帮老姜点个赞，按下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亲身经历，或者听过身边朋友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到频道下方的投稿表单，或者直接在评论区留言，老姜会认真阅读并挑选合适的故事，在节目里用第一人称帮你讲出来，让更多人一起寒一个晚上。下期不见不散，晚安，做个好梦哦。